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上周未来 EP Club 安排的行程是去欧洲，虽然是官方活动，不过一样是自付机票、自付费用的。我花了9天时间去了德国的慕尼黑、英格尔施塔特、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、挪威的奥斯陆、利勒哈默尔、奥勒松、丹麦的哥本哈根。那既有飞机，也有自驾，甚至还有轮渡。大体呢跟团队行程是一致的，只不过我的要略微丰富那么一点儿。我计划出9期视频来聊一聊这趟行程啊，前面已经出了3集，这一期呢就来个时间长的。一方面呢是照顾喜欢长视频的朋友们，另一方面呢也是给我剩下的几期做好索引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因为 COVID 呢，我已经有1400多天没有出国了，对外面的世界其实已经理解不够了。你们都在抖音看到过什么欧洲已经不一样了，小偷太多了，砸车很猖狂之类。其实呢，这一次出国带什么我很纠结啊，我也不想成为行走的钱包嘛。那最终呢，我还是带了台相机，只不过我只带了一支24毫米2.8的镜头，这也是我此行最后悔的一件事啊。旅行呢还是需要长焦镜头的。不过倒有一件事让我很开心，我这里面有很多照片都是我拿 NeoPhone 拍的，NeoPhone 67毫米的那支长焦镜头我尤其喜欢，视频里面呢也会出现很多照片。这一天的出发呢是浦东机场汉莎航空 LH727，我机票买的迟呢，加上想好好睡觉，只能选择第一排走廊的位置了。机场的人真的是挺少的，国际客运航班量大概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50%左右的水平吧。你能明显看到，除了登机口那边，机场就没什么人。不过呢，这班飞机倒是上座率很高啊，而且商务舱行李托运的时候也都在排队。好在柜台够多，大概等了15分钟吧。汉莎的休息室用的是国航的，门口正在装修。优点呢是晚上10点多依然有热食，缺点嘛，灯光昏暗，装修宛如20年前的红木家居风格。到慕尼黑的这段行程呢是直飞，空客359，登机呢就发了睡袍，但是没有发过夜包。商务舱呢是222布局，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厕所不太够用，不管是刷牙还是上厕所，那个排队有。餐食呢还可以，2餐都不错，中间要是饿了呢也能去货架自取小零食。坐在第一排的好处是你可以第一个冲出海关，简单问2个问题顺利入境。那慕尼黑的机场等行李倒是等了挺久的啊。出了机场呢我就直奔 Six， 在德国就这家租车，他们会有宝马来租，等会儿我就去租一台咱们国内开不着的车，租了一台 BMW M3 Touring， 这车呢挺贵的，我呢是 Six 的白金，算上保险呢一天也要250欧元了。这车在国内不好买，但是我一直心心念念嘛，现在开完了倒是觉得挺解毒的，上期视频已经聊过了。因为到酒店的时间很早，远没有到入住的时间，我拉着几个小伙伴去了英格尔施塔特的奥迪总部。车企总部呢都是有博物馆的，奥迪呢这个不算大，但是互动性做的还可以，也是打发时间的好地方。中间呢顺便带小伙伴们体现了德国无限高速的魅力。120减速，我看。虽然是无限高速，但实际体验下来主要是2个问题啊，一个是路段有限了，大部分时候限速还是120，大家开个130也就最多了。再有呢，就是超过200公里每小时的长时间驾驶，人会很累的。这跟网上键盘侠们所说的没有300公里以上每小时的极速，车在德国都压根没法开。这些人是纯正的键盘啊。其实德国有很多小车，你别说300了，他们其实160、170都不一定能开得到。事实上就是当你开到2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90%以上，其实我这个是100%了，就没有车比你开得快了。德国高速真的不是那种全是开250全是开300的，那些人是活在梦里的，而且一直保持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，你人也会很累。下午呢去了慕尼黑的 Neo Hub， 哇，这个面积比我想象中要大，我一直以为 Neo Hub 是一个比牛屋要小的东西，然后这个面积来看，你看面积还是挺大的，车摆的也挺齐全的反正欧洲在卖的车这儿都有了，展示、销售、交付、售后都有。Neo Life 的精品更不可少，我逛了一圈呢，国内似乎买不着的也就是一个包包，上面有 Germany Edition 的字样，但是那个包我有了，于是就没有买。我看到有员工正在准备交付的车，我挺开心的。倒不是说欧洲已经卖得怎么样了，这就像一个刚起步的牌子卖到了欧洲，带着自己的全链路产品，不是交给经销商出口一批之后就不管了。未来呢，带着牛屋，带着 Neo Life， 带着充饭店一整套业务去的，这感觉真好。晚上呢，照例就是欢迎宴会啊，觥筹交错时间。未来欧洲的副总裁张辉同学啊，设计副总裁 Chris Thomason 同学啊，带着一众设计师跟大家见面了。完事儿呢，我骑了台电动踏板。好 ，Scooter 环保出行。当然，如果能开电动车的话，就更加环保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要开这辆。来，要开ET7就更环保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量的燃油车一点也不环保。Lime 这家公司呢，在慕尼黑有很多电动平板车，按照时间计费倒是挺贵的，大概骑800米就要3欧元了吧。但是你可以买3天卡，8.99欧元，2次回本。短途的通勤呢，我都用 Lime， 很方便的。
第二天的开启呢，是从慕尼黑的城市骑行开始的。慕尼黑城市中央就有英国公园，英式庭院风格。未来还找了一位当地的向导，一边骑行一边解说，倒也过得很欢乐。城市中心竟然还能冲浪，这也是我没想到的。在欧洲呢，你就觉得很闲适，节奏慢下来了。下午的行程呢，先去未来位于慕尼黑的设计中心。为啥未来的设计中心在慕尼黑呢？这次我也才知道这个故事啊。2014年，宾哥与时恩宝马 i 系列外观设计负责人 Chris 在慕尼黑的咖啡馆初次碰面。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未来发源的地方。Chris 把设计中心就定在了慕尼黑。因为未来设计中心是高度保密的，所以呢，你很少能见到未来的建筑上竟然没有未来的 logo， 所以这里呢，我也就没有拍视频了。我们在这度过了快乐的3个小时，我们从零开始，从 logo 开始画起，设计了一个超跑品牌，这就等斌哥收购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是今天的重头戏啊，慕尼黑啤酒节 Oktoberfest， 你没去过，你也一定听过。第一次见到德国竟然可以有这么多人哦，人山人海啊！Neo 呢为我们在宝莱纳的帐篷预定了座位，氛围感特别好，直接上视频吧。啤酒节呢一结束也是一天的结束，这天晚上呢在车库能看到10台 ET7，这是明天我们要自驾的车。来到德国了，当然要自驾了。自驾线路呢是酒店到新天鹅堡来回，距离嘛不算远。EP 安排的是来回4个小时的自驾车程。对于汽车品牌组织的行程来说，我个人觉得有点略微嫌短了。那好在呢，我是单溜的。但是呢，能开上 ET7在德国，大家都很激动啊。2个点 ，Neo Pilot 可以在1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依然进行车道保持，那国内呢只能做到130公里每小时。那 ET7呢在高速上可以踩到200公里每小时的能耗，当时大概是35度每100公里吧。德国的车机版本呢才是 1.3.6， 不管是 UI 还是功能，与国内相比落后很多呀。后面几天我们在挪威的时候倒是推送了 2.0， 但是时间有限，我们就没敢升级。对，这跟我们当年创8体验非常接近，啥也没有，要啥没啥。这个本地化还得加强啊。video 你点一下。Application restrict 啊，不让用。再开始过程。我停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适配的太糟糕了呀。然后呢，欧洲的车机娱乐要比国内少太多了，没有 Neo Radio。事实上，我们一路听的主要是电台，哈哈，电台呢有古典乐，配合 ET7 行驶在巴伐利亚州失望高镇的乡间小路上，倒也相得益彰。马车。天鹅堡坐着小马车爬上山，就感觉很复古，很有情调。结束了天鹅堡的行程呢，我们哥仨一不小心就开到了奥地利。采访一下，开去奥地利有什么感受？哎呀，就是因为一个弯转错了，如果不转错，我们还在德国，转个弯要去收费公路奥地利了。奥地利的景色又是别有一番风情了。随着夕阳西下，一路开到因斯布鲁克，这个城市感觉年轻人非常多，充满着活力，而且夕阳下拍照很是惬意。我按了很多张照片。晚餐呢，吃了顿超级好吃的维也纳炸猪排。回慕尼黑的路上遇到团务什么的倒不是问题，我们想试试 Neo 的充电地图，倒不是说缺电，就是一路上我们发现很多服务区、很多加油站都是有充电桩的，但是地图上并没有提示，我们想看看怎么回事。于是呢，按照导航地图上去了此行上唯一一个充电桩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充电啊，这个充电有点帅气，我们要通过一个火车道，没有火车哈。Turn right to Klosterstrasse。我们要堵一下这个充电站存不存在？对，我们现在过去，就看起来这压根儿不像有充电站的样子。200 meters, turn slight right。对，但这个是未来的导航地图给我们的，所以就是说我们回慕尼黑路上唯一一个充电，唯一一个很便捷的充电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去试试。反正也没几步路了。妈妈，我们赌一杯咖啡好不好？又要喝咖啡？我昨天我已经有一杯免费的了，你还要吗？还要了，再来一杯吧。好，右边吧，来右边，对。好不好用？靠，这个路有点意思啊。 200 meters, your waypoint is on your right。200 meters, your waypoint on your right。我觉得像是，我觉得这不像是个充电桩。我觉得这不像是个充电桩。不是，这个可能是 AC， 也就是那个慢充。我不信，
就是那种他你本来选的时候有没有写什么东西？写了6根桩呢。哦，你选了那个 DC 吗？对呀，马上前面就到了呀。然后掉头线他也给你画好了呀。我选的是有充电桩的，我才选的，这个导航地图给的呀。马上到 You 了， have 就在 reached 右 your 边。 waypoint on your right. On your Okay, right. on your right. 在火车道啊！ In 300 meters, make a U-turn if possible. 这是火车道啊，大哥。不是，道越来越窄了。我说这充电桩不像充电桩。哪有充电桩？没有。那就返回吧，太恐怖了。返回吧，我太恐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如果冲个人出来把我们堵住，我们就对啊，我们就死在这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就不靠谱是吧我？前几天在那个法兰克福周边，在纽北都试过了，啥也没有。就跟你说有个充电桩，然后还写了还有多少根，结果啥也没有，是吧？你看这个路，我靠，来个车一堵就堵住了，真的。附近是有，但是这个定位它的定位是不准的，走到回去了，还有86公里。我们的店嘛，啊，定位是准的，在这儿。我看到了。哦，在这儿。过去呢？这怎么过去呢？在这儿。要从那边过去。这里还有桩，没有人在充。但是过去了，那肯定得过去啊。哦，可以过去。其实刚才应该让我们往那边走。结果就是导航很难用啊！其实未来在欧洲的导航地图做得非常差，经常就是定位漂移，给的规划也不甚合理。我们试着导航到一个充电桩，黑灯瞎火的，左边是灌木丛，右边是铁路，还是根单行线。我们说这要是来个劫道的，我们都跑不掉。反正呢，就是导航地图包括充电桩的可用性，欧洲还有挺长的路要走的。最终呢，这台 ET7 在德国从慕尼黑开到天鹅堡，再从天鹅堡开到因斯布鲁克，再从因斯布鲁克开回慕尼黑，全程呢大概450公里，没有充过电。那到了慕尼黑之后，续航还剩60多公里，反正 ET7 用100度电池就这个水平吧。考虑到我们中间还干到过200公里每小时，我觉得这个续航我是满意的。先说说怎么在德国交停车费吧。大部分的地下停车场呢都是进门拿票，票随身带，离开的时候呢去缴费机缴费。缴费机呢一般都是支持国内信用卡的，把票交给他，然后他会告诉你要付多少钱。你用你的信用卡，如果你有 Wireless Pay 什么 Touch 一下的就 OK 了。好。这个好像还要输密码，不用输密码了 ，OK。然后它好了之后，他会把票给你吐出来，然后现在就已经不要钱了，6块钱就扣掉了。此行呢，我一直用建行的 Muse 卡，没有遇到过拒付的问题，而且 Visa 的 PayWave 拍卡支付很好用啊。这一天的行程呢，我们首先把自己租的 ET7 给还了。我们的 ET7 呢是从目的地出行去出租的，7天起租，1天100欧元，7天700欧元，包含免费换电，包含各种保险，真的比其他租车方式要便宜很多，推荐大家都使用。还了 ET7 之后呢，我们就只能开 BMW M3 Touring 了。我很喜欢 M3 Touring 的一点是呢，它牺牲了后排空间，但是给了你一个极大的后备箱空间。我们去参观宝马博物馆，其实未来是不会安排去参观竞品的嘛，但是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，毕竟宝马这么多年的历史，这么多款车，这么多技术，能把它艺术化的去陈列，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。下午呢，就飞机前往挪威奥斯陆了，又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了。挪威的天气呢，这几天都不太好，这也让想去贝尔根的我忧心忡忡啊。晚上瑞哥过生日，一批很贴心的准备的蛋糕，氛围感做的真不错。夜里12点，我们仍然在奥斯陆的大街上逛，丝毫没有觉得不安全。奥斯陆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了，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不仅是我们这个点呢，依然有人在慢跑，有人三三两两的从酒吧出来，甚至还有人在喂鸽子。这一定是一个富裕而且安全的城市。一早，我们最终决定放弃贝尔根，去一个更远、更小众，但是天气更好的城市奥勒松。我们对峡湾的景色有执念啊，就想开着 ET5去拍几张照片，也确实给我们如愿了。我们借到了一台 ET5，而且是非常亮眼的霞光橙色，这个颜色在阴沉沉的天气里特别凸显活力。顺便说一句啊，挪威的消费真的是挺高的，可乐基本是40挪威克朗一瓶吧，折合人民币也要26元左右。水呢，不管有气没气，价格也差不多。我在未来欧洲 App 签到多年，这回终于给我用上了，直接用欧洲 APP 的积分在牛屋换水，哈哈，这个羊毛薅的斌哥要哭了吧。
挪威呢是很适合自驾的城市，奥斯陆附近的高速呢限速是110公里每小时，众多的山路呢限速经常是80公里每小时。我们 ET5呢带着3个人，能耗经常才13度每100公里，这续航直接奔着600多公里就去了。不过呢，挪威这车胎压很高啊，搞到3.1巴，跟特斯拉都一样了。未来在中国为了舒适呢，胎压一直都是2.5巴，挪威这3巴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啊，毕竟每个地方的市场竞争条件不一样嘛。我们选择在利勒哈默尔吃饭，顺便体验一下换电。前面视频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的换电自动泊车出了点问题，车始终拧不正方向。前面发视频的说，有人说是因为有人进去了才导致换电失败了，其实是因为换电失败了人才进去看。但是还是要提醒啊，大家不要进去啊，进去的话会有电话提醒你不要进去的。也有人说是手伸出来了，所以泊车停止了，其实都不是。你能明显看到在泊车的某个位置方向盘卡住了，一直在来回的蹭。那第4次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人手工介入，替车掰了一下方向盘，就顺利泊车换电了。折腾了好几下，搞了半个小时，最后换电时间还是比充电不排队的时间要快。所以都2023年了，还在那吹超充的，真的也挺愁人的。挪威的充电费用还是比较贵的 ，Ionity 基本上是6.99挪威克朗每度啊，未来的换电呢是4挪威克朗每度，加上100块钱的服务费，未来的超充呢也是4挪威克朗每度的价格。我们在现场看了一下 MER 的充电桩，我突然明白为啥 NIO 500千瓦的超充桩要设置物理按键了。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就告诉你接口统一的重要性。这是一个日标，就贼复杂。然后这个是标准的他们的 CCS 加了电磁锁了。是不是要NIO 的那个最新的500千瓦桩做了好多按钮，我觉得没有用啊，原来这是符合人家习惯的好吗？欧洲这边的所有充电桩就是要这样，这种back to the menu， 然后你要选你是用插动膜接口还是 DC CCS 接口，然后想在这里切换 languages， 哇，这个智能机啊，朋友啊，不是功能机时代啊，按不了的，必须要摁这个 languages， 然后你才能选啊，切换到英文，英文要这样子，学会了吗？利勒哈默尔也是个美丽的小镇，这里跟因斯布鲁克一样，也举办过冬季奥运会。这个城市太美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停了个车，也解锁了一下如何在挪威付停车费的技能。停车呢有2个事儿，一个呢是用 Easy Park 啊，但是你要提前注册好。另外一个呢，像这种停车场那边有个机子，它是支持信用卡的，你就刷卡付钱，然后把停车票放在车前，就可以完成停车了。Let's go！ 下午呢继续赶路，路况呢也逐渐变成了峡湾景色，宁静的海水，没有人。要不是赶路，我都想在这住上一夜。终于在晚上了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奥德松。这一路呢，一共开了8个多小时，580公里左右。到了奥德松呢，我们按照 Charging Map 找了个充电桩，是交流的。很多同学说未来在国内没有交流不明智，其实核心原因还是国内充电条件太好了。欧洲你用交流，不仅仅说是要找桩的问题，你连线都要自己备啊。国内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充电桩了吧？未来在欧洲真的是因为当地的充电条件太差了，不得不做这么个交流充电，而且欧洲 CCS 天然集成了交流口，倒也是比国内另开一个接口要方便。而且欧洲的充电桩功率实在感人啊，显示的是7000瓦，7000瓦是4台车共享的，大概也就2000瓦。不过呢，好在电费便宜，4挪威克朗每度，而且充电的时候停车费一次也才4块钱，果断停在这里，又是奔波的一天啊。充电充了一夜呀。今天奥斯陆的 NIO House 2周年店庆，我们起得特别早，为了赶回去啊。早晨呢去看了一下充电情况，将近停了12个小时才充了48度电。这确实不如我们吃个早饭，顺便在服务区拿快充怼一下了。这里呢拍摄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大部分都是 NIO Phone 拍摄的。我们在尝试呢在 Ionity 的桩充电，跟国内一样，看着装是350千瓦，实际上也会受限于分流啊等多种因素，最终呢到车端才80千瓦，我们直接放弃了，继续开，中看不中用啊。午饭的时候，车的 SOC 已经到15%了。挪威呢，真的到处都是快充。我们为了赶时间呢，直接在 Circle K 吃的快餐，试了下 Ionity 的充电桩。这回这个桩在15% SOC 的时候 ，ET5 充电功率可以做到120千瓦了，这个速度呢就还行。草草的15分钟吃完饭充电，电量呢就够直接去利勒哈默尔换电了。反正这次换电呢跟国内一样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5分钟搞定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在去换电站的路上，我们看到车机提示有2个人在排队换电。我们首先想到都是拍照啊，那种我们选择并不孤独的感觉，这种在国内其实应该已经很难见到了，哈哈。晚上呢，我们按时赶回了女巫，参加挪威2周年店庆。这个事情呢，我看得很重要。我记得2年前还是疫情的时候，我在安亭，作为媒体的身份呢，看着力宏和斌哥用视频的方式介绍挪威的总裁。这是未来第一次把全家桶带出海，不用经销商，从零开始自己来。2年呢，我看到现场里的用户有华人也有外国人，有一点自豪，有一点感动。
中国车企出海的一点一点做品牌的、做基建的其实不太多，甚至每一家 Neo House 都像艺术品一样独具特色。当然了，现在会有很多人否定它，说太花钱或者说怎么样。没事儿，你等未来慢慢成功了，等未来的行业地位有了，你的话也会变成未来牛逼，只有未来在真正打造高端品牌。就像你当年看不懂乔布斯为啥要花那么多钱打造 Apple Store 一样。以前我跟人讨论，后来我发现没啥意义。有的人呢就是需要追随的，他没有办法看到更远的未来的。搞完2周年店庆呢，照例挪威吃大餐。挪威的 grill 还是可以的，就是物价有点高。这一顿呢吃了4000块钱，哈哈。吃完饭呢走上大街，我惊呆了。挪威人的周末晚上是要比白天多的。旅程进入尾声，我拍视频明显变懒了。早上徒步爬山4.5公里，这真的是我十分讨厌的活动啊。下午去码头坐游轮，或者说轮渡去哥本哈根。轮船的公司呢叫 DFDS， 我没走团队票，自己买的套间。毕竟呢我第一次坐游轮，我想留下更好的体验哈。OK， 这是我第一次坐 ferry 轮渡，或者说对我以前也没有坐过游轮是吧？第一次坐轮渡，我买了个大床房海景，383欧元。对，然后外面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，对面是蒙克博物馆，这是港口。DFDS 是一家丹麦的公司吧？我们从奥斯陆坐船去哥本哈根啊，我觉得这个房间，很陈旧的啊，可以这么说吧。然后这里是卫生间啊，这个尺寸也有点喜人吧，反正就睡一晚，吃点东西，明天去哥本哈根了。我以为这么大吨位的游轮应该已经不晃悠了，结果还是晃。晚上吃饭的时候油甚啊，于是我早早的睡了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去餐厅吃饭，要了个好的风景，可惜天气呢依然不行。日出呢是没看到的。整体来看呢，我第一次游轮的体验就感受一般吧。不过呢，游轮也是有好处的，一觉醒来呢就到丹麦的哥本哈根了。后面2天的行程呢，主要就是哥本哈根的 City Walk， 该拍照的拍照，该打卡的打卡，迅速走一遍。非常推荐呢加士伯博物馆，这种老钱的博物馆都很值得看，尤其是埃及馆的馆藏，很多文物距今4500年前。当你跟文物对视的时候，有了一种穿越时光走进历史轮回的感觉。到了回国的时刻呢，照例我还是选择直飞 SAS 北欧航空。SAS 呢在哥本哈根有 Golden Lounge， 不管是吃的呢还是环境都属领先。我的第一期视频呢就在这剪的。回程的飞机呢依然是359直飞，不过商务舱呢是121布局，虽然厕所还是2个，但是明显空余时间多了很多呀。相比于他们lounge的餐食，飞机餐则乏善可陈了。不过看来他们121布局，每个位置能安静睡觉不被打扰的份上，相比于汉莎航空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啊。而且呢，虽然都是说可以躺下的商务舱设定 ，SAS 的电动椅子无论长度还是移动的速度均秒杀汉莎呀。我甚至觉得 SAS 的椅子身高2米都能舒躺，而且 SAS 的台面更大，我更喜欢。睡觉的时候把眼镜啊、手机啊放在旁边，这种桌子我更喜欢。另外呢，机上娱乐 SAS 也赢得很彻底，不管是屏幕的尺寸，还是操作的流畅度，亦或是机顶的摄像头的清晰度，让我看得清机组在侧风中最后一刻才对正跑道啊。最后呢，一个好玩的事儿，我起飞的时候呢 ，SAS 还是星空联盟成员啊。降落的时候，他们的 CEO 说要加入天河联盟了。作为星空联盟的创始航司，令人唏嘘啊。巴菲特说，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难，大概能理解吧。总结啦，反正呢，作为一场1400天才有的跨国旅行，学到什么根本不是我的追求啊，跟世界不要断了连接才是我所希望的。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欧洲，也看到了未来这样无比的雄心壮志。我知道这其中有着诸多困难苦楚，我也看到了差距的巨大。但是遇到困难、解决困难，向来都不是我们所惧怕的事情，不是吗？COVID 的改变了很多，更需要多多走出来，去多观察、多学习。希望这期视频呢能作为一个引子，让你也来感受一场欧洲的旅行吧。好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双订阅懂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、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